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《暗黑破坏神2代》高清版武学刺客的单机流程。今天是地狱的第4章。先看一下装备，小弟把我的岩石制动器拿走了。那法师呢，给刺客打出了一个军帽。另外盾牌，因为咱们73级了，所以拿起了雾冕盾。其他的装备没有变。到了地狱的第4章，难度就已经很高了，再加上咱们的等级和装备限制，所以说打起来肯定不会很顺畅。有小伙伴给我留言啊，说打到这个难度，龙虎刺客就不是那么好用了。希望有可能的话，我转一个陷阱刺客，这样打起来比较安逸。但陷阱刺客玩起来不爽啊，对吧？咱们还是喜欢玩腿的。龙虎刺客最重要的还是怎么制造第一个尸体。现在打这种火焰强化的敌人，火焰系无效的敌人就比较吃力了，因为我这一脚下去呢，它不太掉血。就是精怪。啊，被诅咒了！这个被诅咒真的是十分恶心啊！到了地狱情况，被诅咒十分的常见，尤其是在第4章后边的诅咒骑士啊，抬手就是一个技能。小弟要扑街，已经扑街了，就是因为有这个诅咒状态，我应该去把它复活。复活一次近4万，很贵。咱们地狱的第4章争取就给大家一刀不剪了，因为本身也只有3个任务，不是特别长吧。我估计第5章需要剪，第5章不剪的话要打1个小时以上。第4章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吧。找到了绝望平原，看看伊佐尔在什么地方。这里进来之后呢，小心一点走，因为这个张地图是有几率刷电魂的。那这里打电魂，你就需要慢一点走。如果在屏幕边缘发现它了，你就扔你的闪电陷阱。虽然它是闪电强化的，但是呢，你能够调动它。等它移动过来的时候，你能看见它半透明的、近乎于透明的影子，然后再去打它就可以了。总之，对付电魂需要耐心。另外呢，眼神还要好。哦，对面有一个精怪，这关药肯定会耗得多呀。这种施暴陷阱打火焰系无效的怪不是特别有效率了。闪电强化我都不敢往前凑合。我站在这个缺口还可以。紫瓶咱们攒几瓶，为了后面打暗黑破坏神用。主要是它红色的闪电，然后那招比较粗。但是你如果和它站得近的话，有的角度它是喷不到你的，这就看咱们到时候能不能站上了。这里又有精怪，找伊佐尔任重道远啊！这个地图好像还不小。我是一个刺客呀，我应该直接去狙杀对方的主将，在这打什么小兵呢？跑一圈看看，找一找他。这种闪电强化的怪，我报了一个11号，我的符文现在比较缺了。如果有20号的话，我会考虑做刺客的衣服，但是现在没有。
而且咱们已经打到这个时段了，地狱的第4章了。再想，就看本章砸石头给我什么符文了。因为毕竟是地狱的砸石头啊，至少得给我一个20号以上啊。看这火焰系无效的，敲起来非常费劲。因为实际上我这把巴拉纳呢，有一点拖后腿了，这把锤子输出不是很给力了，咱们就只能凑合用。这个还踢碎了，我还指望施暴呢。打这些小怪，我是希望多得点经验，升点级，因为咱们现在73级，打完这张可能74左右。那78级之前，76、77可能就通了地狱了。这个感觉还是有点快。因为安姐的头我现在打出来一个，需要83级装备，那应该是赶不上了。这个火焰系无效，冰冷系无效，魔法抵抗，幽灵一击，幽灵一击比较狠。神圣天球这个钱不减了，因为之前我在 MF 法师那儿倒过来100万金币，应该是够了。复活小弟、修装备应该都够了。找一尊儿，这些小怪打到什么时候是头啊？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：“大叔啊，你这个修改了，你这个版，你肯定是修改了。你个刺客移动的速度就不对。那啊，伊佐尔在这儿，那他可能是不太了解速度爆发这个技能。我这个奔跑速度还不是很快，身上没有加奔跑的符啊，有的话跑得更快。来，咱们往这边带一带，感觉那边打起来有点。”敌方的小兵太多了啊，在这儿。好，在这儿把他干掉。回去领2个技能，把我的陷阱再强化一下。因为咱们现在73级啊，眼看着呢，我之前说练龙虎刺客，那成型了都要90多级，那技能越多越好嘛。但是咱们至少少20点技能点，20多点吧。就是和成型的版本相比呢，咱们至少要少一个满级的技能。你这样加点的时候就要有所取舍了。90多万金币，现在等于完成了一个任务。下一个，哎，下一个图我记着我跑一圈了，我好像没看到像下一个地图的路啊。咱们在顺时针跑一圈吧，可能在边缘我没太注意，这个只顾着跑路了。捡了一个耐力神殿啊，这样跑路起来没什么压力啊。这边应该是没有啊，从这边来的，那就考虑在西北方向。在北边看见了，大概就是那个位置。好，在这儿。那其实这样探路才是暗黑这款游戏原本的样子。啊，后面的地图插件呢，就违背了这个初衷。我这个怪打人疼，但是也很脆啊。然后来了个小 boss， 这个电球打我是很疼的，我的抗性没多少。因为我带的是一个，又被诅咒了。我带的是一个黄金的护身符，这个护身符呢不加抗性。我希望能有一个马拉，但是现在没有。
我已经练到第3个角色了，还没打出马兰。那边的法师 MF 其实已经很努力了。探路，就是又出了一个军帽，马上就给他戴上了啊，在这儿。回城一趟，把这个诅咒解了。到了地狱第4章了，轻易不要顶着这个状态，被诅咒的状态往前走。那到了庇护所里、避难所里呢，很多怪都会这个诅咒，那没办法了，你只能硬着头皮往前打。但是平常遇到金怪把你诅咒了，最好还是解一下。先找铁匠，铁匠一般就在左边或者右边的一个分岔路上，把它解决了，咱们再往北走。这地方远程虫子呢，算是一个召唤系，它可以下蛋，有远程。在这儿出现了任务提示，但是我还没看见大铁匠本人。往里清嘛，这敌人不算多。一般铁匠这里敌人是很厚的啊，在这儿。火焰系无效，魔法抵抗，灵气强化，灵气强化是力量光环，幽灵一击加力量光环。这2个锤一下子是很疼的，我都不知道我这体格扛不扛2锤子。幸亏我现在没有被诅咒，被诅咒估计1锤子当场就去世。好，3打1。小兵清一下来，回来。哇，这个影子好像砸我一下，看了一下，大概500血左右吧，1锤子500血。我现在幸亏有个军帽，现在1200多血。看一下，来啦，24号，20号也行啊。我的天，卢姆，这20号都不到，过分了。哎，这砸石头好像没砸出来个好东西。行了，无所谓了。哎，这片敌人不好打。遇到人多了，我起手就是一个暗影斗篷，不放心灵珍宝了，因为心灵珍宝一般是小弟放。最讨厌的呢是你正在 A 一个敌人，你续了3个球了，刚要释放，小弟呢把它转化了，你还释放不了，这憋着是相当难受。我的影子大师倾向于是一个元素刺客。往前跑吧。对，想起我还有踢皮斧呢。应该是往这边来，这人真多呀！这要清到什么时候？敌人的配比呢，就是这3种敌人，在这清一波。一直跑，好像我打不过他们一样。我要证明一下，我是不屑于和他们打，感觉他们没有营养。我连暗黑破坏神都不怕，还怕你们？哎，这场打他们比较轻松，打那些诅咒骑士该费劲了，又是衰老，又是诅咒，又是进攻。这儿还有一票，哇，这一轮传射，我放个暗影斗篷，正好一挥手的功夫，一堆魔法就扔脸上了。不理他们了，
捡到了一个防御神殿，好，把这个点踩了，这样就是决战了。但是避难所实在是不好啃，回去搞一点药。尤其是咱们如果被衰老了，那非常影响攻击效率。辨识一下，多卖了3万多块钱，那3万2还不够复活一次小弟的呢。94万金币啊，够复活了，够小弟死个20回了。出发，避难所。敌人头上冒烟的状态呢，就是下掉了，就是暗影斗篷的状态。拿着斧子往前传送，好，进来了。那从这开始攻略。地上有敌人的尸体了，就扔那个施暴陷阱。我现在是减攻的状态，太讨厌了这个减攻的状态。咱们接下来整个，我估计我清避难所要接近20分钟。如果不被衰老的话，那可能15分钟就左右就完事儿了。这个被衰老起码耽误1/4左右的时间。哦，这个货呕吐的沿袭，这个名字起的。力量光环，火焰系无效，冰冷系无效，魔法抵抗，炎魔之刃。这里利用这个墙角了，敌人比较多，有远程，所以就只能利用这个墙角。而且呢，我还被诅咒了。你需要注意，不要被3个敌人左右围了，走位的时候要小心。像这种喷火的，3个一围，一人1口火，肯定就扑击了。这里打得艰苦，但是呢，你会看出来打得非常的爽啊。双方都有置对方死地的机会，当然了，敌人置我死地的机会要大一点。我啃个小兵要啃半天，而且呢，一个走位不小心可能就要扑击。好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好，又一票，此路不通。这个地方一看就过不去啊！被衰老了啊，这个讨厌！衰老了，我攻速上不来啊！影子太常挂了，后面如果升级的话，给影子也来一点技能等级吧。感觉我的陷阱现在还成了。爆炸的范围比较满意。哦，这里也清完，这几瓶紫药、大紫瓶留着给暗黑破坏神。看这怪物打起来多慢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到里边之后怎么打。这么多敌人怎么打？哦，这给了一个回血的神殿，这个坑了。这如果是一个作战神殿就好。来利用一下这个墙角吧。那咱们的攻击效率呢？不行，你就需要考虑走位以及利用这些墙角障碍物，把敌人各个击破吧。打敌人要像削苹果皮一样，从外侧
向里边攻击，然后呢见到尸体了扔施暴陷阱，还行，这片儿清的还行。又被死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个头上你就始终是一个 debuff 的状态，但只要不是被诅咒或者被衰老，我都能接受，就感觉不是那么难受吧。他爱怎么诅咒怎么诅咒。什么减攻减防无所谓，别减我攻速就行。现在我的命中率应该是70%左右吧，70多，可以接受了。我把大部分的点都省下来扔到了体力上，加了血了。不那样干的话，我估计我现在都不到1000的血，那根本没法打。感觉药是不是要喝没啊？可能要回城买几次药。这敌人也太多，我感觉我在这片清了好几分钟了，还没清完，又被衰老了。把他们两个清完，再开封印，否则敌人就又多了。开吧！哇，突然的出现，没有出现那个光球，感觉是闪现出来的，这个太突然了。这还有一个漏网之鱼，我把药摆一摆。感觉没什么药了，下一组封印。哦，这刚跑到这儿啊，头上就被连续扔了2、3个啊！现在留下了最后一个诅咒状态，不好打呀！我需要时刻保持他们是瞎的状态才能打。不然所有人一集火根本扛不住，所以很多小伙伴就质疑说：“大叔啊，就你现在这个练法，你怎么可能打第四章不挂呢？”那确实是可能，这种可能呢，就需要你的对这个角色打法上有一定的了解，应用上呢手也要快一点。像刚才这种情况，一定要时刻保持敌人都是瞎的状态。8、9个敌人一起一抬手一轮传射，你肯定就倒下了。再加上是一个被诅咒的状态，啊，每次一中毒啊，我就感觉很焦虑，因为我现在毒抗是负的，毒抗是负的，哎。去买药吧，解一下。现在有一个马拉就好了，加2所有技能。关键它加抗性，能把我抗性往前提一提。因为到了地狱，一个负抗性意味着什么？没出来，没出来，在这儿打开一下。好，感觉他们又是瞬间出现的，这个地方就更是了，一定要保持他们时刻是一个瞎的状态，因为他们都是火焰系无效，我啃起来非常的慢。他们不瞎呢，有2个特征，一是他们的头上的这个烟消失了，第二呢，你注意左下角你的血量槽，
一旦他们不瞎了，你的血量槽就像被抽空了一样，马上就往下走。这个战术可以啊，擒贼擒王，先把敌人的老大干掉，好，然后慢慢清他们小弟。大家注意观察对面的状态，一旦不瞎了是一个什么状态？然后注意一下我左下角的血量，好，刚才这下就是他们跑位呢，马上就向其中一个点或者两个点集中，就是不瞎了。这个是非常明显的，好，往上一围，看我的血，马上就一半。所以敌人这个 debuff 注意给他们补。啊，又一半，又一半，看，想要不挂可以，手要快，战术也要明确。好，又一半，就是1-2秒的功夫，一半的血没了。你想一下，你如果不控他们会怎样？剩3只了，那这3个货呢，就差西西之王了。我再次强调一下，后面的版本西西之王不会荆棘了，就是它不反伤了。这是官方的补丁更新的，官方版本更新的。我希望很多小伙伴能够了解一下这个特性，不要再总说。啊，你这个打法打西之王一下自己就扑街了，这不会的啊，不会的。还是利用墙角，看见了吗？不利用墙角打不过这么多人一次性，然后控他们。我的影子跑哪去了？好，在这儿清了5-6只，继续往前勾引，看一下，如果能顶住呢，就不往后撤，顶不住再说。注意你的血的下的速度，他真的如果1秒钟没一半，你就赶紧往后跑。小弟顶不住了，不行啊，小弟顶不住，主要伤害的是我的钱包。现在我也是反应下降了，不敢一次性顶太多的人。这如果年轻10岁啊，我可以打10个，一次可以对付10个。敌人数量这一片吧不多了，上面不知道还有没有。就是你如果玩这款游戏呢，你处于一个，大家看这个操作量吧，操作量就很大，5-6个技能频繁的切，加血跑位，半个小时了，我是真的感觉有点累。没有蓝瓶了，回来补一下蓝，这级也要升了。买点药吧，这确实是不挂，但是这个喝药跟喝水一样，因为血真的下得太快了。刚才打那一波金怪的时候，大家也看见了，如果不控他们上前刚1秒，半格血没了，这谁也受不了。哦，这片敌人又很多，看这血，刚不住，刚不住，刚不住，往后退一下，继续利用这个连续的墙角。影子转换了一个怪，还成。
这几个怪不必要了，没有控他们，就这样打了。哇，这里还有这么多！第一排药已经喝没了，关键不只是我喝，我小弟也要喝呀。还是那个打法，啃苹果皮，啃外层的，不要往人堆里边扎，扎进去估计就没了。监工，西西之王，陨石打他无效。把药再摆一下，身上还捡了2个垃圾。啊，在这儿，先控狂热光环。这个西西冰冷系无效，火焰系无效，狂热光环。别的还有什么吗？闪电强化，这狂热加闪电强化是很可怕的。他在身上给我个诅咒。不成，接着控啊，不控不行。啊，他属性都要满了。我升级了，我升级了。哦，他挂了，他挂了，他挂了呀！68的命中率，补一补，把影子加强一下。我好像有一个封印没解，混沌大臣有一个没解，应该是。把这药搞一下，一会儿去决战了。但就看我能不能站准那个位置。和他的体位合适的话呢，他喷的电就打不到你。应该是混沌大臣那个吧，我有点忘了，这年纪大了记性也不好。检查一下，先检查一下右边的。右边的我应该是都打开了，右边都打开，那是差混沌大臣那个。影子又带没了，可惜了，这个神殿可惜了。大家应该记得咱们出门不久遇到了一个战斗神殿，其实稳妥的打法可以回去捡那个再回来，是可以这样打的。把影子扔到他身后，然后小弟从右侧来，从左侧来，我从右侧来，3个方向夹击他。对，这个走位注意。就这3个人呢，如果在一侧的话，那他扔一个地上的那堆火，然后跑一下，哎，这个电好像是电不到我。你看，如果不这样站位啊，他往地上扔一堆火的时候呢，一起烧3个就很疼。一会儿试一下这个电，我不躲会怎么样？因为看这个距离呢，是喷到我身后了。看，果然喷到我身后了。那我小弟和影子现在没什么危险，因为他主要就是打我。咱们格挡几率也比较高。药摆一下，来一瓶紫的，摆药的时候挨打了。这个电不到我，我就按1多了。再注意躲点儿，这个火半格血吧，也能撑下来。咱们还有不少补贴，就无所谓了。真是阎王好过小鬼难缠啊！之前打这些小怪，真的好几次都要了我的老命，结果暗黑破坏神呢还是比较好打。主要这个站位意图咱们实现了，打他就不难了。
3个点加他1个，爆了什么？卓越巨棍，还好吧？还给面子，给了1个暗金，辨识一下去卖掉。4100暗金有很多真的是不值钱。坦克雷的头，我记着之前带坦克雷的鞋和项链 MF 很多年前。那好吧，今天时间差不多，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